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事无成频道。书接上回，我们接着聊 ColorOS 16系统的界面和交互。状态栏可以显示通知图标、数字或者不显示。电池样式可以选择3种，甚至不显示。横向电池样式可以选择内外或者不显示百分比，其他样式只能选择是否显示百分比。而圆环图标让我想起了魅族手机挖孔屏幕里的圆环电量显示。其他状态栏图标都可以自定义编译。ColorOS 的岛叫流体云，很多应用或者系统服务的提醒都会显示在这里。点击流体云可以选择展开卡片或者打开应用。左右滑动流体云可以切换或隐藏。打开经打扰后，流体云还会在提醒一段时间后自动变成气泡。ColorOS 的控制中心与通知中心也是有2种模式。如果选择分离模式，屏幕上面框左半边下滑呼出通知界面，右半边下滑呼出控制界面。通知界面和控制界面可以通过屏幕空白位置左右滑动切换。如果选择经典模式，屏幕上面框任意位置下滑呼出控制中心部分按钮和通知中心，再次下滑，通知中心消失，完整控制中心出现。2种控制中心都可以开启锁屏呼出控制中心，都可以设置桌面任意位置下滑呼出，效果和选择分离模式或经典模式相同。通知中心向左滑动单条通知，可以打开删除按钮和通知设置按钮；向左长滑通知或者向右滑动通知，也可以删除通知。同一个应用的通知会合并显示。点击右上角图标可以打开通知设置，点击最下方按钮可以清除全部通知。在通知管理方面，应用可以按发送时间排序和发送频率排序，方便选择关掉哪些应用的通知，还可以显示已关闭通知的应用，方便打开某些应用的通知。锁屏时来通知可以设置列表和数量2种样式，打开亮屏之后，全景光效就会被覆盖，还可以隐藏通知内容，保护隐私。悬浮通知时可以选择屏蔽1分钟，屏蔽到锁屏，不屏蔽看完的通知。有的应用的悬浮通知可以用小窗回复。全屏时来悬浮通知可以显示简介形态。另外，机主还可以录制面部信息，只有机主才能查看悬浮通知。至于桌面角标通知，可以选择数字形式或圆点形式。全屏时铃声会变得轻柔，震动会减弱。还有一个逆天功能，我只在3星手机上见过，就是可以打开通知历史，这样就能看到好友撤回的消息了。不过只能查看过去24小时的通知历史。选择分离模式时，长按控制中心快捷开关，可以进入对应小窗形态或对应全屏形态的设置界面。右上方从左到右依次为自定义按钮、设置按钮和控制中心设置按钮。点击自定义按钮可以自由添加、删除和移动各种快捷开关，而且系统不同功能的开关和应用开关做了区分。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开关名称。开关颜色可以选择多彩颜色或系统颜色。选择经典模式时，长按控制中心快捷开关，可以进入对应全屏形态的设置界面，不能进入对应小窗形态的控制界面。设备空间显示在最下方，可以隐藏。快捷开关的形状可以设置6种。分离模式下，控制中心还可以显示流量信息。ColorOS 的导航方式可以选择全面屏手势，返回时可以打开震动，返回时的灵敏度也可以调整。甚至还做了跟着动画。长按提示条可以开启视频，也可以隐藏提示条。无论有没有提示条，底部边框横滑都可以切换应用。在全屏或游戏场景时，可以开启手势2次操作才能生效，防止误触。导航方式还可以选择虚拟按键、返回键和多任务键，可以调换位置。长按主屏幕键可以打开视频。在3种导航方式的基础上，可以同时打开悬浮球交互。悬浮球有2种交互方式，第一种是手势操作，共有单击、双击、长按3种手势，每种都可以自定义功能。第二种是点击菜单，
点击后会出现5个菜单，也都可以自定义。可以移动悬浮球位置，开启前置时悬浮球的不透明度，以及全屏场景下自动隐藏悬浮球。上滑应用可以清除单个应用，下滑应用可以锁定单个应用不被全部清理，再次下滑即可解锁应用。点击左上方应用图标或中上方3个点，可以显示快捷操作。点击最底下的清除按钮，可以清除所有应用。长按清除按钮，可以打开最近任务管理设置，可以更改2种最近任务样式：堆叠和平铺，以及锁定应用不被清理。ColorOS 的飞屏叫速览，可以选择是否开启。飞屏可以自由添加、删除和移动各种卡片，全部卡片中还有首字母定位条，好评。卡片不可以堆叠摆放，但可以移动到桌面。可以在顶部显示小部建议，比如火车、快递之类的。可以开启快捷功能，最少可以添加0个，最多可以添加9个快捷功能。至于推荐服务、热点资讯，不建议开启。ColorOS 可以开启桌面任意位置下滑呼出搜索，桌面下方按钮搜索，也可以在飞屏搜索。飞屏搜索入口右侧还有小步助手，点击搜索框右侧的相机图标，可以打开小步扫一扫应用。开启语音搜索后，还可以使用语音搜索。拖出键盘可以打开搜索设置，搜索范围可以自由选择，搜索框的各种功能都可以自定义。至于首页卡片管理的项目，不建议开启。搜索结果中会自动出现关不掉的在线应用的搜索结果，大多数毫不相关，而且最下方还有关不掉的百度搜索结果，前几条必是广告，差评。下一次搜索时，上一次搜索框里的关键词和搜索结果还在，而且关键词依然为选中状态，方便再次搜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给我一个赞。下期视频再见。